過去呢幾年，我已經去晒巴爾幹半島所有嘅國家，而我最後一個去嘅國家係塞爾維亞。所以喺我開始塞爾維亞呢部分短片之前呢，不如先用10分鐘同你一次過補個底，講下巴爾幹半島究竟係咩來頭。你可能聽過巴爾幹半島，但係對佢未必好熟，甚至你可能都唔肯定究竟佢喺歐洲邊個角落。但係如果我同你講，第一次世界大戰其實係由一粒街頭子彈引爆，而呢一粒子彈呢，就係喺巴爾幹嘅薩拉熱窩射出。你會唔會想即刻知道巴爾幹究竟係咩地方，同埋點解呢個歐洲火藥庫咁容易一點就着呢？今日我就用10分鐘嘅時間，帶你一口氣搞清楚巴爾幹嘅地理、歷史、宗教、民族、南斯拉夫以及現在嘅情況。我哋首先由地圖開始。你打開歐洲嘅地圖，喺右下角就會見到巴爾幹半島。佢四周圍都係海，西北邊係亞得里亞海，西南邊係愛奧尼亞海，南邊係愛琴海，而東邊呢就係黑海。喺東南方向經過土耳其海峽就會連到小亞細亞以及 Anatolia， 即係今日土耳其嘅地方。而向北呢就會接住多瑙河流域，一路連到中歐以及東歐。簡單啲嚟講，呢一度就係歐洲通去亞洲以及中東嘅門口位，而呢個門口位有咩特點呢？就係永遠都有人爭，永遠都係戰略嘅要地。再睇下地形，巴爾幹唔係平原，而係山嘅世界。山脈由西北向東南走，成為一條一條天然嘅屏障。其中最出名嘅就係保加利亞境內嘅巴爾幹山脈 Balkan Mountains， 又叫做 Stara Planina。而 Balkan 呢個名呢，本身就係由呢條山脈嚟。我喺巴爾幹揸車嗰陣時就知啦，周圍都係山路，一個彎接一個彎，又越過高山又越過谷咁樣，真係揸到人都癲啦。不過沿途嘅風景呢，其實又真係好靚嘅。咁多山嘅結果係咩呢？就係搞到交通唔方便，地區比較封閉，村落同城市慢慢發展到各有口音、各有習俗、各有身份認同。如果淨係講巴爾幹，好難有一個公認嘅定義。有人講緊地理上嘅巴爾幹半島，有人係講緊歷史文化上面嘅巴爾幹地區。而經過歷史嘅進程，巴爾幹呢個字對於西方嚟講，仲被貼上負面嘅標籤，包括混亂、內鬥、碎裂以及難以治理。所以近年來，大家開始用另外一個名稱東南歐 （Southeast Europe） 嚟形容呢一個地區，想撇走嗰種偏見。但係名可以改，歷史係唔會消失嘅。好多人唔知巴爾幹其實係歐洲最早出現農耕文化嘅地方之一。早喺公元前7000年左右，農業就由中東嘅肥沃新月地帶 Fertile Crescent 經過 Anatolia 進入巴爾幹，再一路傳去歐洲其他嘅地方。而多瑙河流域一帶早期已經出現過高度發展嘅史前聚落，留低咗好多陶器以及原始符號遺物。所以巴爾幹唔係歐洲文明嘅邊陲，反而係歐洲文明開始之前嘅前線通道。而巴爾幹之後嘅歷史呢，簡單啲嚟講就係一條不斷換老細嘅時間線。喺古典時期，巴爾幹半島南部係古希臘嘅舞台，城邦、哲學、民主思想喺呢度誕生以及發展。之後，希臘北邊嘅馬其頓崛起，腓力二世同亞歷山大大帝一度統合巴爾幹，並且佔領埃及、中東地區，一路打到去印度。到咗公元前2世紀，又到羅馬帝國入場，佢哋喺呢度起路、起城市、起要塞，將巴爾幹拉入地中海嘅世界。而羅馬帝國喺巴爾幹留低其中一樣最深嘅影響，就係文化分界。佢哋設定咗一條伊雷切克線 （Jericho Line） 去形容拉丁文化同希臘文化喺巴爾幹嘅大致分界線。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呢，東羅馬帝國亦都即係拜占庭帝國繼續主導巴爾幹半島。佢哋嘅影響唔單止係政治，仲包括咗宗教以及文字。喺呢段時間，拜占庭形式嘅東正教基督宗教喺好多斯拉夫群族之間扎根，教會、文字以及文化傳統慢慢成形。但係隨住拜占庭帝國嘅逐漸衰落，之後嘅保加利亞帝國、塞爾維亞等等嘅勢力又輪流興起、衰落，令到巴爾幹不斷都係各個勢力嘅拉鋸地。14世紀開始，
鄂圖曼帝國由 Anatolia 跨入歐洲，佢哋喺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令到東羅馬帝國正式滅亡，然後更加逐步控制巴爾幹大部分嘅地區，統治咗長達400至500年。鄂圖曼帝國嘅統治令巴爾幹成為伊斯蘭世界同基督宗教世界嘅接觸帶，開始出現咗大量嘅穆斯林人口。佢哋亦都改變咗行政制度、城市形態同生活方式，留低咗清真寺、市集、浴場，亦都影響飲食、音樂以及日常文化。所以大家今日去巴爾幹旅行，有時會覺得好似去咗土耳其咁樣，呢一種感覺其實十分之正常。喺同一時間，巴爾幹西北部又受到哈布斯堡王朝同威尼斯嘅影響，形成咗長期嘅對峙。結果就係東正教、天主教同伊斯蘭教三種宗教幾層文化全部都疊埋一齊。大致上，東正教喺希臘、保加利亞、塞爾維亞、羅馬尼亞、馬其頓同埋黑山係主流。天主教主要就喺克羅地亞同埋斯洛文尼亞。伊斯蘭教喺阿爾巴尼亞、波斯尼亞以及科索沃嘅比例就好高。而且呢度嘅人唔係淨係講你信咩宗教，仲要睇你係咩民族，因為各個宗教同埋民族嘅人都住喺附近。例如有信伊斯蘭教嘅阿爾巴尼亞人同信東正教嘅阿爾巴尼亞人住喺同一條街，經常出現摩擦，成為多年嚟巴爾幹嘅日常現實。而巴爾幹成為歐洲火藥庫嘅關鍵時刻係喺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鄂圖曼帝國同哈布斯堡王朝都逐步衰落，民族國家一個一個出現，衍生出點樣劃邊界嘅爭執。因為唔同嘅宗教同埋民族嘅人混居，你劃咗國界就注定有啲人變成少數。於是 B 國就會話 A 國對佢哋國內嘅 B 民族或者 B 宗教嘅人唔公平，變成爭拗甚至戰爭。再加上其他列強插手，成日話保護少數、維持秩序，實際上係霸佔利益同勢力範圍。所以巴爾幹嘅人唔係天生好戰，而係結構上好容易一點就着，成為大國政治以及地方民族主義交疊嘅燃點。1914年，奧匈帝國嘅王儲斐迪南大公喺薩拉熱窩被刺殺，一次原本屬於地方性嘅民族運動，撞正帝國之間早已積壓嘅矛盾，引發咗一連串連鎖反應，最終演變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呢場戰爭令整個歐洲付出咗極其慘痛嘅代價，死亡人數估計高達1500萬至2000萬人之間，大量嘅平民死於戰火、種族屠殺、饑荒以及流感。戰後，歐洲嘅版圖被重新劃過，大量嘅新國家就此誕生。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成立，以鐵托為核心。佢嘗試用聯邦制度，將巴爾幹地區入邊唔同民族、唔同宗教、唔同歷史背景嘅地區，框入同一個國家嘅架構之內，暫時壓住長期存在嘅矛盾。南斯拉夫雖然係共產政權，但係佢並唔係蘇聯嘅附庸國。後來更加脫離蘇聯嘅陣營控制，改行不結盟運動路線。喺冷戰嘅大格局之下，東方同西方都某個程度上願意容忍佢嘅存在。呢個制度確實令南斯拉夫喺相當長嘅一段時間之內，成功維持住巴爾幹半島嘅相對穩定。但係個問題係民族認同其實從來都冇消失過，只係被制度同埋領袖權威暫時壓住。1980年，鐵托逝世，聯邦慢慢失去咗核心。而過去被抑壓嘅矛盾呢，亦都開始一點一滴浮翻上嚟。到咗1990年代，南斯拉夫正式走向解體，斯洛文尼亞同克羅地亞率先獨立，之後波斯尼亞、馬其頓等地亦都相繼脫離。呢段時間，巴爾幹半島嘅戰爭嚴重重創平民社會，直到90年代中後期先至慢慢停火，進入重建階段。之後，黑山亦都獨立。而科索沃亦都喺2008年宣布獨立，到依家為止仍然係巴爾幹地區最敏感、最具爭議嘅社會斷層之一。今日嘅巴爾幹一方面正逐步向歐盟同北約整合，希望透過制度、經濟同埋安全互賴為地區降溫，但係喺另一方面，戰爭創傷、民族矛盾，再加上人口外流嘅問題，仍然係長期而且現實嘅挑戰。所以巴爾幹呢個歐洲火藥庫並唔係因為啲人天生好戰，而係因為佢本身就係歐洲歷史、地理、民族同宗教交錯嘅縮影，衝突自然特別容易累積同埋爆發。
近呢20年，巴爾幹半島整體上相對和平，所以我就趁住呢個機會去晒巴爾幹所有嘅國家。老實講，我自己其實幾中意巴爾幹嘅呢幾個地方㗎，啲人普遍比較友善，治安其實亦都唔錯，唔使成日提心吊膽怕俾人偷嘢。不過當然啦，喺啲熱門景點照樣要小心，去到邊度都一樣㗎啦。再加上巴爾幹好多地方未算完全開發，仲保留住自己嘅風景、文化同埋特色，唔會去到邊度都好似一樣咁樣。而最緊要嘅係呢度啲嘢真係好平、好抵玩。但係對於我呢啲中意自由行、自駕遊嘅人嚟講，唯一美中不足嘅呢，就係巴爾幹真係好多山，高速公路又相對少，有啲路仲溶溶爛爛，揸起車嚟蹬到七彩，有啲路段呢，就真係好似揸緊越野車一樣嘅。但係就算係咁，我都仲係好中意呢度，亦都希望將來有機會可以再翻嚟玩多幾轉。